大家好，我是猫盾，今天我们来聊张角之女张明。话说他老爸怎么说也是一代枭雄，但在三宦里的地位却是极低，而且一点存在感也没有。现在女儿是出头了，不知道他老爸什么时候也会来个 SP 张角咸鱼翻身呢？好了，闲聊就到这里，我们说回正题。张明是个辅助型的武将，而她的定位也很简单，就是个女团的专属奶妈，堪称华佗在世。接下来我们就先来说张明的机制。张明的机制其实和王元姬有一点相似，实际上他就是来取代王元姬在女团中的位置的。王元姬的机制是靠着自己的怒弓来为一列武将添加预言，然后再透过预言造成的伤害来释放风华，给我方生命最低的2位武将回血，以此轮转来叠加伤害和回血量。王元姬的输出和回血范围就是打2回2。张明的机制则是透过怒弓来为我方全体武将添加蓄势，然后再透过蓄势武将的普攻，将蓄势转换为乘风来给我方添加增益和回血。张明虽然无法像王元姬一样对敌方武将造成伤害，但他的回血和增益都是对我方全体都生效的，范围比王元姬更大。而且触发的方式也只要每个武将普攻就行，在触发的频率上也比王元姬快上好多倍，这就是2人之间的差距。接下来我们就一步一步的来看张明是怎么玩的。张明的怒弓会治疗我方全体，并使女性武将下一次普攻后额外获得150点怒气和10%的生命值。这个怒弓效果看起来平平无奇，但先别急，这只是张明怒弓最初始的能力。张明的怒弓会在3星和1火再次获得加强。3星的张明怒弓会为全体武将添加8层蓄势，每层蓄势会提升5%怒弓伤害减免和异常状态命中，蓄势最多只能叠加8层，效果会持续至战斗结束。8层蓄势就是40%的怒弓伤害减免和异常状态命中，这是个非常巨大的提升。在满层的状态下，一下子就可以让对面的怒弓减少了将近1半的伤害。要知道这个效果还是直接添加给我方全体的，但实际上蓄势是无法长时间维持在满层的状态下的，因为它是个消耗品，经常会被拿来消耗掉。处于蓄势的武将每次普攻都会将全体武将持有的1层蓄势转化为乘风。乘风和蓄势一样，最多可叠加8层，并且效果也会持续至战斗结束。乘风提升的是普攻最终伤害和反弹伤害减免，每层一样是提升5%，8层最多可提升40%的普攻最终伤害和反弹伤害减免。乘风才是真正能保留到战斗结束的状态，只要它不被敌方驱散，张齐英就能一直享受40%的普攻最终增伤，而且还不必害怕反弹伤害。当乘风叠加到8层后，蓄势就不会再被转换为乘风，这也算是变相的让蓄势增加了。一火后，己方武将每消耗1层蓄势，都会为自身恢复5%最大生命值的血量。这么一来，我方武将每次将蓄势转化为乘风时，都可以获得一个5%最大生命的回血，直到乘风达到满层无法再转换为止。一火后，张明在发动怒弓时，会先清掉我方武将身上的所有蓄势状态，然后才会重新再添加8层蓄势。假设我方武将身上原本就已经有4层蓄势，那么他就会额外获得20%最大生命值的回血。张明的一火怒弓同时还可以激活5星的被动效果。5星被动会让己方武将在失去蓄势状态后，立刻释放1次普攻，并且此次普攻的无视防御和吸血率都会额外提升50%。这里的失去指的是从有到无，完全的失去蓄势状态才会发动，所以只转换1层蓄势是无法启动这个被动效果的。而如果只依靠普攻来一层一层转换又太慢，最终只能依靠张明的怒弓去启动。张明的一火怒弓会在添加蓄势前，就先驱散掉我方武将身上的所有蓄势。这么一来，就可以马上激活5星被动，让所有原本身上就有蓄势状态的武将
全部都立刻发动一次普攻。若当中有女性武将，还可以马上激活张宁怒攻的，使女性武将下次普攻额外获得回怒和回血的能力。我举个例子，先假设现在队伍里全都是女的，并且身上都有着蓄势状态。这时张宁只要一个怒攻，就可以让我方全体武将都普攻一次，并同时获得回血和回怒的效果。并且这些效果在 SP 孙尚香女团羁绊的加成下，还会获得额外提升。这时还没完，这些额外的普攻次数全都会被纳入助战毕方的普攻次数计算在内，可以用来加速毕方出手的频率。不过因为 SP 孙尚香在单数回合无法普攻，所以他也就无法吃到张宁的效果了，这是唯一美中不足的地方。张宁的被动也和步练师有着不错的联动，所以当时也出现了一个女团三奶队的队伍，这些都是日后玩家可以考虑的女团组队。三火被动会使己方女性武将每回合首次释放怒攻时，异常状态命中提升 50%， 治愈率提升 100%。这个被动最大的受益者自然是貂蝉和队里的所有奶妈了。貂蝉的魅惑一直有不太稳定的问题，每次释放魅惑几乎都只能成功魅惑一个人。现在有了张宁的三火被动和蓄势提供的异常状态命中，相信魅惑就会稳定许多。吕灵启其实也是这个效果的潜在受益者，因为他的噩梦比貂蝉的魅惑更不稳定。大乔是激活毕方的好帮手，在鼠突里也有机会出场，但吕乔队是否还有机会出场，就要留给各位自行开发了。在陆服当时是没有这支队伍的。三火的另一个效果会使我方武将首次释放普攻后受到的最终伤害降低 30%， 持续至回合结束。这个被动会使我方前排武将变得更坦，因为前排武将行动较快，一轮普攻后就可以马上获得最终伤害降低提升。这样也较好和出战路鼠来搭配，更容易激活溢出治疗转全体增益的效果。另外有张宁在的全女性队伍，使用玄武来助战的效果也很不错。张宁的奶量大，在女团的治疗必定会暴击，再加上现在还有路鼠可以一起治疗，女团也比以前更容易激活玄武的溢出转盾的功能。五火被动的第一个能力，每当我方女性武将受到超过 5% 最大生命值的治疗时，普攻最终伤害会提升 5%， 效果会持续至战斗结束。这是张麒英普攻伤害的另一个重要来源。在女团里，要得到 5% 最大生命治疗并非难事，更恐怖的还是这个增伤是没有上限的，只要不被驱散，你想叠个10几层的普攻增伤都不是问题。五火被动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能力，己方女性武将普攻后若未处于蓄势状态，则有 80% 概率获得4层蓄势。这个技能对张宁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只是单单依靠张宁自己的怒攻来添加蓄势，这样就太慢了，这就和使用王元姬没什么太大的区别。有了普攻添加蓄势的功能打底，张宁在第一次发动怒攻时，就可以直接启动蓄势消失的相关的功能。我举个例子，张麒英1号位普攻后身上就有了蓄势，这时只要2号位张宁发动怒攻，就能让张麒英获得一次额外普攻、回怒和回血，而回血又能立即触发张宁五火被动的另一个能力，让张麒英获得大量的普攻，最终增伤。张麒英的羁绊能让2个器灵也触发蓄势相关效果，这里指的就是普攻后概率获得蓄势和转化蓄势为成风这2个效果。张麒英连同2个小家伙3次普攻后，就有3次可以获得4层蓄势的机会，基本上要直接叠满8层蓄势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这时假设张宁发动怒攻消除了8层蓄势，就能让张麒英马上得到8个 5% 的最大生命治疗，而这8个 5% 的最大生命治疗又可以让张麒英直接叠加8层，总计 40% 的普攻最终增伤。怪不得这个小妮子的伤害会如此高。所以女团在站位上，张宁一定要站张麒英之后，最好还要贴着站，不留空隙。不过想达成这个联动，队伍里还得有 SP 过家才行，
不然张宁普攻后的怒气是不足以让他马上释放怒攻的，详情可以参考曹植。张宁普攻后会转换一层叙事，所以张其英实际能获得的普攻最终增伤也只有7层。由于张其英和2个小家伙的普攻能直接转换3层叙事，所以叙事消耗的速度和乘风叠加的速度也会变得很快。如果运气好的话，其实张其英的普攻也是有机会可以触发额外普攻的。所以张宁离开了张其英后，也不是完全没影响的。张宁的羁绊可以提升自身50%异常抗性，并且普攻还可以额外为我方全体女性武将驱散一个负面状态，并使命中的敌方武将异常状态抗性和异常状态命中都降低20%，最多可叠加3层。这是个非常好用的羁绊，一个普攻就能为全体女性驱散一个负面状态。最重要的是，它只需要绑3个女性武将就能激活，非常方便。而且也给了张宁单飞的便利性，看来策划也知道张宁早晚都要单飞的。最后来说说张宁的抽取建议。张宁的到来不仅仅是取代了王元姬的位置，也同时取代了华佗。这也让女团可以多腾出一个位置来给输出型的武将，跟上最近流行的多核心玩法。随着张宁的加入，女团总算是有了一个真正属于自己体系的专属奶妈。张宁在女团里可以用很久，即使是陆服现在，张宁也依旧是女团的御用奶妈，所以她的地位不容置疑，要玩女团抽就对了。张宁最低1火能玩，但5火才是完全体。假设有新手玩家卷不够的，那么女团双张的最低配置就是张其英3星和张宁1火，不过这样的强度是真的很有限。再来就是张宁5火，最后是张其英也5火。对于平民玩家，我仍旧会建议你把双张都抽起来，因为双张版本的女团对硬件的需求较低，还是比较容易玩的。而且因为5火张其英对属突有克制的关系，平民抽个双张还是比较好打属突的。没有张其英的女团，基本就是和属突硬碰硬了，到时比拼的就是硬件的高低。而且一般来说，平民也无法同时拥有5火张辽和郭嘉，所以平民们还是乖乖的玩双张版本的女团就好。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